Hello，今天要拆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装主机里面可能是最贵的一个配件，那就是显卡。今天照例还是这样，我们讲一下自己的选购心得和选购历程，为什么要选择这张卡而不是别的卡？然后具体的上机视频以及上机的评测具体的使用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在后续的视频中继续跟大家再进行分享。首先是一个开箱之前的一个简单的选购心路历程的分享。为什么选择的是这张技嘉的超级雕的 5090D？ 首先是为什么是 5090D 而不是5090？就是我建议，如果你是纯臭打游戏的玩家，你就选择 5090D， 或者甚至是新上市的 5090DD 都可以。因为新上市这款 5090DD 上市之后，有可能 5090D 逐渐的会退出市场，有可能再也买不到32G 版本的。如果你不是说一个天天需要 4K 爆显存的玩家的话，可能从臭打游戏的来说，5080、5090DD 24G 版本都没有问题。当然你说我就是强迫，我就是需要天天 4K 拉满，特效拉满，然后我需要特别大显存，我担心有爆显存的焦虑的话，那你可以选择 5090D 32G 版本。但是应该要尽快，应该我得到消息应该是慢慢的会逐步的越来越少，甚至不出。那为什么不选择5090这种满血版本，对吧？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 5090D 现在的售价已经比5090要贵。为什么贵？我讲一下自己的之前的一个亲身经历，就是如果你买了一张5090，恰恰它出问题，而5090呢，它又是一个娇弱体质，非常容易出问题。从最早的 PCI 接口的问题，包括当然也有华硕主板的问题，快拆结构的问题，有供电接口烧供电接口的问题。流程一个话，你只要用了5090，烧接口是早晚的事情。还有一个，它脆弱的 GPU 核心元件，包括各种显存爆出来的缺失，包括核心单元、光栅单元的缺失，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选择一张5090，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哪里，有可能它来自于日本、东南亚这种地方可能还好，它甚至有可能来自于中东、欧洲某个偏远的地区、某个小国家。你要知道保修会怎么保修。虽然很多淘宝店铺会告诉你说没问题，我给你电保3年，但是他给你做的是只是大陆境内的，你寄给他，然后他把你寄到国外去，然后你的卡会寄到哪个国家，你可能就不知道。我曾经遇到一张卡寄出去6个月都毫无音讯，然后6个月之后店家告诉你说你这卡保修不了，我再给你寄回来，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谁也不知道，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卡还在不在了谁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你只是个臭打游戏的，我相信你不用纠结，就上5090D，不要在乎那一点点的 AI 的问题， AI 所算力的问题。但如果说你说我是一个 AI 算力的一个或者生产力的强迫症玩家，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来看我们这条视频。你不但你可以选择5090，甚至你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你真的要做算力了，谁还用这种卡？好，这就是一个选择心路历程。我们一边开箱一边讲为什么选择是技嘉这张卡。首先，我对技嘉这个品牌，说实话一直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因为各种各样它的一些糟糕的一些市场表现和公关表现，包括我之前用的几张卡，我用的是，包括我微星的超龙，包括骇客我都买过，但唯独一直没有买过技嘉的显卡。我老电脑上那块3080 Ti 的超龙，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一直到现在还在服役。然后包括当然我中间也用过 A 卡，包括那个华硕的超龙，那个华硕的那骇客，他们那个稳定性一直都非常的好。但今年呢，为什么最后说我还选择了这张卡？其实很简单啊。我之前在视频里都说过，因为我这次配了一台全白的主机。那既然是全白的主机，那大家可以想一下5090你可以选择的范围有什么？白夜神不用想了，黄牛漫天加价没有渠道。白火神 ，OK， 超龙没有白色，还是那个跟我那块3080Ti一样的造型的那个模具。旗舰卡，我只是说旗舰卡，当然你说我可以
哦，对，还有名人堂。我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名人堂那张显卡，但是呢，名人堂的那个灯板会跟我的主机的其他的配件有冲突，所以就没有办法选择它。然后那白色的旗舰 90D 还有什么？没有了，所以我要么就是火神，要么是它。最后选择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对象送的，我没有得选，所以对我来说，其实2张卡都可以。当然，如果你们有对象的话，你也可以问问你们的对象送你们的是哪张5090D。当然，有人说我不用旗舰卡没问题，现在还有星耀的影视星耀的那个 Luna 那张卡，我觉得特别好看，包括电竞叛客那张纯白色，如果不喜欢灯光的那张卡，我也特别。那看一下这个箱子就很标准的英伟达箱，会简单告诉你我有均热板，我怎么加强我的结构，我有风扇，我有显示屏，对吧？但是显示屏对于旗舰卡来说，你的显示屏就很小，这么一点小的显示屏，跟火神啊或者跟那个名人堂的怎么比，对吧？这白箱很普通，对吧？当然，我觉得比微星的可能要好一点。打开之后，这个应该是就说明书，没错，就是它的说明书。保修质保卡，贴纸。OK， 这没用。OK， 然后就到了它的第一面的配件区。这是一个是一个金属质感的一个贴纸，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支架，对吧？显卡支架。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那个树桩所以对我们说这个就没有什么用。这应该也是显卡支架的托架 ，OK， 没问题。这是给了一组电源线，加强电源线。担心你的显卡、你的电源不够劲。这个螺丝应该是装这个风扇。说起来，这个风扇是只有超级雕的版本才有，机甲里面有。它是装在那个，按照官方的说明是装在风扇的那个 GPU 核心处的背部，以提供更好的散热。但是从朋友他们包括论坛上面的实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这个风扇就我应该是不会装，而且装了完之后很丑，就会跟其他的主板或者是你的水冷会有冲突。当然，而且它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光，是吧？那你要是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机箱上的，比如说后面的后出风扇，你可以给它利用起来，或者是你就还是让它安静的躺在你的箱子里面吧，对吧？没什么意义。OK， 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给它丢一边终于到了我们的显卡本体这个皱皱巴巴的袋子就不如华硕，但是好像跟微星差不多哇，好紧，哇！噔，这就是显卡它本体，很重很厚哇！这之前4090就觉得很厚，然后那个包括那个什么7900 XT 也很厚，但这张卡哇就更厚了，特别厚。然后你看到这是它的那个密封条，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密封条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这是一个二手卡，因为我没有买过几家的显卡。但是我后来我看了很多朋友的拆箱视频，我发现它的这个封条就是这样，都是皱皱巴巴的破袋子，然后莫名其妙的这种黄胶条。跟七彩虹或者是微星或者是华硕不一样的是，它这个胶条你看一下撕完之后几乎没有那种就是防二手的那种拆封条，它不是说会留下很明显拆封痕迹的那种。也就是说，你的显卡到底是不是二手的，你通过防拆条这件事情，你并不能够得到清晰的认知。我们先来给它拆一下。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你微星的旗舰显卡现在应该是24000块钱左右的一张显卡，你现在就是
你看拆完之后，你并不能感觉出来它是否有留下痕迹，你再给它贴回去，对不对？我再给它跟别人说这是一张新卡啊，这个谁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一个槽点嘛。当然我们可以掏出来，然后当然我已经注册过了，注册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张新卡，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金手指吧，通过金手指来看一下它这张卡是否有。当然金手指我也是第一次看啊，当然可以大家一起来看一眼，帮我一起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过上机或者插拔的痕迹。来，我给大家推近一点看，对一下焦。目前看是没有，金手指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什么插拔痕迹，尤其看这个小齿的部分。OK， 目前看金手指是好的啊，是算是安全吧，对，但是就是它的这个包装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依然认为它不应该是一个旗舰显卡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机家官方真应该好好改进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首先是这张显卡的大概的一个正面情况。不得不说啊，这颜值的确还是很在线的。白色的显卡，当然名人堂、火神和冰雕，对吧？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选择，对吧？白色的超级屌。或者是火神，当然我七彩虹没问题啊，七彩虹的质保售后一向还是不错的啊，包括那个名人堂那张显卡的造型也很不错。OK， 这是它的接口部分，正好我现在用的显示器正好是一个4代 OLED QD OLED 的那个2K 500赫兹的。OLED 的那个显示器正好可以用上这个满血的那个80G 的 DP2.1 的接口，正好我那个显示器也有 DP2.1 的接口，是一个飞利浦的显示器。那个显示器我们后续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对，我7900XT 和4090都不具备满血的 DP2.1，7900XT 的 DP2.1是54G 的残血版本。对。看一下这个显卡的这个位置，哇，这显卡很厚实很重啊。这是大部分人可能横装的情况下能看见它的一个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名牌区域，这是一个小屏幕，点亮之后，但这屏幕很小，其实不可移动式的。这个相比于名人堂和火人来说，其实是有差距的啊。我觉得这是它不足的地方。看大家对颜值这件事情的怎么需求，那这个就是非常香的本体，对吧？也是目前民用显卡巅峰吧，只能可以这么说。这个等装机的时候我会把它撕掉，这个肯定一定要撕，大家记住。这是它的鳍片，就还是挺好看的，就背部也很好看，不像某些显卡它正面都非常好啊。某些旗舰显卡吧，也是我刚才说的那几家显卡中之一。正面非常漂亮，但是背部我觉得缺点意思。还有再说一下关于我非常喜欢的名人堂啊，这个名人堂的争议特别大，但今年的名人堂，说实话，我觉得相比于往年的名人堂，在模具用料上面是略有缩水的啊，各位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然后这张显卡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是纯白的主体配合少量的银色类似于像银色反光的镭射面，比如说这样，它跟现在的主板的融合度会更好一些。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就是我们一直不知，我说实话，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主板厂商一直扭扭捏捏的在做白色主板这件事情上面。我所谓的扭扭捏捏，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出一个通体雪白，从 PCB 散热装甲，包括到一些灯组元件贴片都是做纯白。大家仔细想一下，现在的那些白色主板都是扭扭捏捏，不愿意做一个纯白、通体纯白那种通体雪白的那种
像少女一般肌肤一样的主板，为什么？都是带有银色 PCB，散热装甲，或者是某些地方是银色，或者是叫银灰色、淡灰色的 PCB 板。点名批评，包括吹雪，包括刀锋钛，包括冰雕主板，都是多多少少会看见很多有银色的部位没有做到纯白色。但比如说名人堂，包括白火神，它那个白呀，又是带点那种乳白色、米白色的那种质感的情况下，主要是那个白火神，名人堂也是纯白的，就会稍微有一点点难受。就像我来说，我非常喜欢名人堂和白火神那种纯白色，但是没有那么一款超级纯白、没有银色装饰的主板与之相匹配。我说难听，就是那些主板不配这些显卡。希望厂商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对，关于显示器，其实这个显卡其实最终显示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在显示器上面。我最近使用的一款是 2K500 赫兹最新的4代 OLED 的那个显示器，但是我还有一块专门玩3A 或者玩其他游戏的 4K 的 OLED， 是 LG 的42寸的电视机。这两个显示器，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聊。我觉得这是两款性格都非常不一样，但是都代表了当下 OLED 的显示器，我觉得是最巅峰科技的两款产品。不要和我说什么 ROG 的显示器，也不要跟我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大屏幕就用 LG 的电视机，吊打市面上所有的27寸、32寸、什么34寸的 OLED 的显示器，吊打就显示效果、整体素质，哇，真的不是桌面显示器这些鬼东西能够比的。当然，你要追求高帧数玩 FPS 游戏的话，目前4代 OLED 只能选 2K500 赫兹，到年底可能会有 2K540，但 2K540的赫兹为什么没有发布的原因，是因为这块面板应该是 ROG 首发，但 ROG 的动作也比较慢。到今年年底或者到明年年初，应该会有 2K600 赫兹的 OLED， 当然是通过这块500赫兹的那个面板超频上去的。然后这个再点名批评一下 LG 的4代面板，慢吞吞，要莫名其妙上了一块280赫兹的东西出来丢人。好，今天的5090D 冰雕的开箱心路历程视频就到这里啦。后续有什么分享的或者大家想知道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评论区见。视频可能只是这一时的，但是我们的长期使用感受，它是一世的。拜拜。